去你妈的！这是我家房子，你们凭什么说拆就拆？李长生，我林氏集团想拆哪儿，还用得着凭什么？今天我就拆了，你又能把我怎么样？我不能把你怎么样，但祖宅没有了，大家都得死！李长生，我好怕怕啊！我说的是真的。3000年前，太古魔神率领42妖王入侵人族边关要塞，以人族精血为食，无人能挡。山河破碎，世人绝望。就在人人都想逃离那个是非之地时，我李家老祖带领李家3000修士奔赴边关。儿子，你飞得太低了！妈，我想最后再看一眼这人间。我李牧先行一步。那一天，有人说，仿佛看到了天外陨石坠落，绚烂多彩。那是李家3000修士以生命谱写的篇章。吾以残躯化阵眼，活埋此身，镇妖邪。子孙后代死守此门。拆了祖宅，封印就开了。哦，那我还想看看，所谓的妖魔到底长什么样呢？拆！李长生，收起你那拙劣的表演，说吧，想要多少钱林谦，林氏集团再大也要讲法，这是我的房子，我不同意，谁也不能拆。李长生，少在这儿说屁话，别以为我们不知道，你无非就是想多要拆迁款吗？我说你这个人恶不恶心啊？为了一己私欲，连累我们所有人。少跟他废话，拆！村长，林总，你根本不用管这个李长生，直接拆就行了。不能拆！李长生，我明确告诉你，根据村委会调查，这房子根本就不在你名下，你无权阻止。林总，这是房契。你放屁！我李家祖祖辈辈都住在这儿，房契就在我这儿。你说那是房契就是了，有村委会的证明吗？有我的盖章吗？什么都没有，那也叫房契？林总，接下来您放心拆就行了，所有的手续我们村子里都已经做齐了。村长做得不错，这件事好处少不了你。谢谢林总，谢谢林总，能给林总做事是我的荣幸。嗨！拆不了，拆不了！大哥不能拆，一旦拆了，我们所有人都要死。我说的妖魔剑是真的。去你妈！少他妈耽误老子赚钱！知道林总开价多少吗？大锤80，小锤40，你他妈已经耽误老子少挣几百块了。哼，妖魔剑。
老子还想看看妖魔长什么样呢！真有什么妖魔，老子也一锤子抡死他！姐姐，是。快看，这个人好会演哦，连血包都准备上了。死钉子户！不要脸的东西，为了钱什么都能编出来。妖魔，我还真想看看呢，想养一只喵。快，再吐口血，让我直播间的家人们看看，看见没？大家都夸你呢，拆迁款讹不上，万一当网红了呢？既然这么爱演，我就多找点主播跟记者，让你好好过一把演员的瘾。李长生，冲往这快看，这没特写，不当演员可惜了。让我们看看血包藏在哪儿呢？李长生，不要演了！我在位这么多年，你这种人我见得多了。为了点钱，什么都做得出来，没皮没脸，简直让人……什么东西？妖魔要来了！这是什么？冷，好冷！林总，村长，这村子下面真有不干净的东西。村长，你说话呀！叫什么叫？村长，当初村子的地质报告是你交给我的，不会有什么隐瞒吧？林总，您放心，我们早都勘察过了，不会有任何问题。这一定是那个李长生搞的鬼。李长生，我告诉你，少在这搞鬼，真要搞出什么严重后果来，你承担不起。不知道宣传封建、引起恐慌这种事儿是违法的吗？我劝你识相一点，别搞这种小把戏。这还真不是他搞的把戏，那是赵开真赵教授，是地质专家。专家，这黑气的确是从地底蔓延而出的。赵教授是知名的地质学家，他说的不会有问题。难不成这下面真像李长生说的有什么？赵教授，意思是这里真不能拆？哼，李长生说的是真的。黑气是地底冒出的，不错，但跟那所谓连接妖魔界的无稽之谈没有任何关系。之所以会有黑气冒出，是因为下方藏有一座大墓，那黑气不过是聚集在墓穴之中而已，突然冒出，人体无法适应，所以你们才会感觉到阴寒刺骨。原来是这样。早，差点真被李长生这个小畜生吓到。一座破墓而已，这可不是破墓。林总，知道为什么不管你开多少钱，李长生都不愿让你拆吗？就因为他清楚，这是淮南王刘安的墓穴，这下方藏着稀世珍宝，他想要独吞宝贝。李长生，你他妈缺不缺德啊？还装好人，说什么保护我们？你放屁！这下面是我们李家的墓。笑话！李长生，赵教授是知名地质学家，他会瞎说。教授到底是教授还是盗墓贼？3天前那个晚上偷偷摸摸的过来的是你吧？什么3天前？我听不懂。李长生，你鸠占鹊巢，说人家淮南王的墓是你李家的墓，就为了自己的利益阻止林氏集团拆迁，你不是东西！李长生，王八蛋！不要脸的东西！哥哥们，刷跑车，我给李长生扔石头哦。小子，眼睛挺尖啊，那晚上还让你看到我了，你又能怎么样呢？我是名誉天下的教授，而你不过是一个底层普通人而已，你能做什么呢？横行无忌，以为有钱就可以掌控一切，凌驾于他人之上的资本家，有着一点点身份就欺压白行、助纣为虐的党权者，不知所谓，眼中只有自己的自私者，为了上位不分青红皂白的污蔑者，为了流量不择手段的投机者，为了私欲躲藏在键盘后面的施暴者，还有这
贪婪的盗墓者。这群人不少也罢。怎么，李长生没话说了？你那套妖魔界的说辞拿不出来。既然没话说了，那就拆光。宝贝儿，我的都是我的。竟然有陪葬的人，这绝对是大墓！卧槽，这发了！这种墓里陪葬的东西绝对价值连城，难怪那个李长城死活守着这里，这人真贱啊！好险，差点就让这种人富起来了。看到他没赚上钱，比我自己赚钱了都开心。这到底是什么？这下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啊？大墓，又是一座大墓！这一次我一定要名扬天下！李长生，你个畜生！真相摆在眼前，再也找不出什么理由了吧？长生，以后做人啊，可不能这样。晚辈李长生，愧对先祖。继续装。李家的封印解除了，这一次屠戮人间。这是……你好啊，我叫李牧。迟儿，李家儿女能进入神魂空间，需被认可。你每日以禁血滋养阵法，如今封印将破，这是我等预料之中的事。人间有善有恶，如今我等神魂消散，人间将重新成为炼狱。李家数千年灵气将汇集你一人身上，去守护你认为值得守护的。至于那些不值的，就随他去吧。那是什么？天降异象，那是至宝出世啊！这下面藏着绝世珍宝，宝贝，这就是我们村子里挖出来的。那也要有我们的一份。我快夜新闻啊！快拍！去吧，孩子。至宝出世，快抓礼物看宝贝！礼物？你们这些人对他们而言，就是来到这个师姐的见面礼吧。快滚开！少在这假惺惺的！怎么，真当这些宝贝是你的？鸠占鹊巢，李长生，你连看这些的资格都没有！哥哥们，至宝要出世！咦，1000年前的尸骨早已经风化，你还有脸说什么这是你李家的墓？李长生，恭送先辈。李长生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装？来人，让李长生滚到一边去，别坏了我的风水。小子，给我滚开！还敢还手？我看你是找死！
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妖法！妖法！这林倩以及你们这些人，准备好怎么死了吗？不，住手！他是我的。不能碎，国宝不能粉碎！不是幻觉，是真的！救命啊！这是什么鬼东西？李长生，你到底干了什么？我干了什么？我李家守了他2000年，你们不到2小时就打开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下面到底是什么？那是连接魔域的虫洞，你们亲手打开了地狱大门。不可能！我研究没错，是淮南亡灵！哈哈哈哈！有仙丹，不可能是空的。李长生说的是真的，你们闯大祸了。这不是梦，这是地狱啊！救救我！谁能救救我？求你们了，我不想死啊！我操！双头狼，高科技特效，挖掘机都飞了，真不是特效。李长生早知道有怪物，怪物，真的有怪物！这就是老祖传承记忆中的魔兽，果然比现代生物强大太多了。现在的全新技术这么先进，连穴位都能模拟，假的，肯定是假的！我研究一辈子淮南王，史料记载他飞仙，这里有法宝，有长生药。李长生，你想吓跑我们独吞宝物？赵教授，您疯了吗？那东西刚吃……闭嘴！我是专家，我是泰斗，没人能在学术上骗过我。李长生，你乡野村夫，弄头野狗，虚张声势，想掩盖盗窃文物罪行，滚开！把底下的宝物还给我！利益是非。你这个障眼法做的还挺真实。不，这不是障眼法，这是真的，血是真的。老师疯了，他想死，别拖着我们啊！快跑！你们两个混账白眼狼！
回来，扶我起来！啊！救命！真的有妖怪！救救我！小林，李长生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该挖你的祖坟，我不该贪财，求求您，看在同行的份上，救救我，我不想死啊！同行，别误会，我可不是盗墓贼。李长生，张教授都已经认错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认错了？他不是知道自己错了，他只是知道自己要死了。不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挖坟掘墓了。求求你，只要你救我，我从此退出考古界，再也不涉足一步。若是此时这魔狼消失，你依旧会带着你的贪欲，再次挥起你的铁铲。这世间苍生，我李家护了2000年，却唯独护不住你这种披着人皮的鬼。不救我！他看过来了，他还没吃饱。太可怕了，这还是地球生物吗？你们发现没？这狼一直没攻击李长生，李长生就站在那儿看着。阴谋，绝对是李家的阴谋。这怪物是李家养的吧？我操，细思极恐，故意引专家挖坟，然后放怪物杀人。李家这是想干嘛？统治世界吗？李长生，你还在那装模作样？这怪物是不是你养的？肯定是，这下面是你们李家的祖坟，里面的怪物当然听你的。你是不是想利用这怪物绑架全人类？你们如果不瞎，就该看清楚，他是从虫洞里跑出来的，这气息不属于这个世界。我管他是从哪儿来的，既然在你们家地盘上，你就得负责。对，你要是清白的，就现在下去把它封印了；你要是不动，就证明你跟这妖魔是一伙的，你就是罪魁祸首，你是全世界的罪人。李长生，大家乡里乡亲的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你快出手啊！只要你把他杀了，我们就相信你跟这妖怪没关系，快去啊！自证清白，我李家守这门2000年，从未讨过半点功劳。这门是你们亲手撬开的，这孽是你们自己造下的。天作孽犹可恕，自作孽不可活。长生，你到底是不是人？这里不是你们李家的祖坟吗？你们李家不是口口声声说世代守护在这里吗？作为守护者，你有义务灭掉这头妖魔，重新封印它。你现在袖手旁观，就是渎职，是犯罪。哼，义务？2000年来，我李家困守此地，受尽清苦。那时候你们在哪儿？现在你们为了贪欲，亲手砸了封印，放出了这头吃人的妖魔，竟然转过头来问我义务？那又怎么样？你既然是李家后人，你就该保护我们，那是你生来的使命。封印彻底被破，那口青铜古棺已经碎成了灰，再无重新封印的可能。至于这头妖魔，不正是你们心心念念想要的财富吗？既然放出来了，那就好好领受他的恩赐吧。李长生，我告诉你，我已经告知了总督大人，你这种封建愚内，既然不肯配合，等总督大人到了，
我一定要让他把你关进大牢，生不如死。对，只要总督的军队一到，这种畜生瞬间就会被炸成碎片。到那时候，你见死不救的行为会被全社会唾弃。总督坐牢，在这即将毁灭的世界，还有意义吗？长生啊，你不能不管我们啊！婶子虽然刚才态度不好，但你知道的，婶子一向是刀子嘴豆腐心。凡是你家有事儿，婶子可都是最先去帮忙的。是啊，长生，你家经常断电，哪次不是去我家里扯电线的啊？咱乡里乡亲的，你看着我们死，你晚上睡觉不心惊吗？长生哥，我叫你哥。以前兄弟有眼不识泰山，我不该拦着你家修房子，我那是跟你闹着玩呢。你快救命啊！那妖怪过来了。你是刀子嘴，但凡我家有点事，你就冲进来讥讽叫骂。我妈有心脏病，身子弱，一直忍让，但还是好几次被你气得吐血。你跟我说是豆腐心、狼心狗肺还差不多。张婆子，我家为什么经常断电？还不是你指使儿子私拉电线，偷我家的电才造成的短路。你还拦着我爸不让修，差点就烧了我家老宅。难道你忘了？还有你刘胖子，看我家人少，你就侵宅占地，推倒我家墙角盖猪圈。现在你说你在跟我闹着玩，那都是过去的事了，你怎么心眼这么小？只要你救我们，我们把地还给你，给你修庙立碑还不行吗？李长生太冷血了，听听那些老人哭得多惨，有什么恩怨不能放下？这是他家的祖坟，他就该负责。既然知道里面有妖魔，为什么不早点封印？我看他肯定是想报复社会，故意让别人挖开，然后借刀杀人。妈呀，那虫洞里还有怪物吗？会不会冲进大城市？李长生，你个狗东西，赶快去堵上他，否则你就是害死千千万万人的凶手！李长生，你听到了吗？这是全国人民的心声。我知道村民们可能对你不好，我也知道你受了委屈，但是抛开这些私人恩怨不谈，你也是人类的一员，难道要见死不救吗？乡亲们即便有错，也罪不至死。你眼睁睁看着他们被吃掉，你的良心难道不会痛吗？你现在的行为和妖魔有什么区别？良心？当你们的挖掘机砸向我李家历代先烈以命守护的封印时，你们的良心在哪儿？当你们为了所谓的流量、金钱、权势，强挖别人祖坟的时候，你们的良心又在哪儿？送我回城！混蛋，回来！长生，长生哥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求求你救救我！钱，我有钱，我给你1000万，不，5000万，1个亿，只要你能救我，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。你觉得到了这种时候，钱还有意义吗？你不是喜欢我吗？长生，只要你救我，我现在就是你的，你想干什么都行。我跟你睡，我给你生孩子，我当你的奴隶，求求你，救救我吧！恶心，这李长生果然是个无耻的下头男，居然用这种下作手段逼迫林大小姐。这就是典型的人渣，趁人之危，这种男人就该被妖魔吃掉。妈的，李长生这小子真阴险，想用这种方式吃天鹅肉，他配吗？操！李长生，
你敢碰林大小姐一下，天涯海角我也要弄死你！你想多了，我们不熟，别来沾边。你不想让我活，那你就先去死吧！干得好，林总好样的！危机关头有勇有谋，这爆发力绝了！李长生这种趁人之危的无耻下头男，就该让他先去填狼肚子。豢养妖魔，终被妖魔反噬，自作自受，死了活该。李长生这就叫偷鸡不成18米，想玩欲擒故纵，结果翻车了吧？狗日的李长生，现在轮到你了！这就是报应，挖坑埋自己，李家活该绝后！去死！去死吧，李长生！孽畜，给儿斩！死！你我操！我操！谁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？那道雷是他引来的吧？这他妈是现实世界，还是在拍戏？李长生把那头3丈高的怪兽一瞬间杀掉了。完了，我们刚才都在骂他，他会不会把我们顺着网线电死？李长生，他竟然比妖魔还要强！李长生，你明明拥有那么强大的力量，一瞬间就能杀死妖魔，为什么刚才不出手救人？我为什么要救？因为你有能力，你有能力却见死不救，你跟杀人犯有什么区别？听清楚，我刚才出手是因为那头畜生挡了我的路，威胁到了我，仅此而已。至于你们的死活，与我何干？不行，如果让他活下来，以他的手段，我绝对没有好果子吃，必须彻底毁掉他。让他成为全人类的公敌，我才能活。大家听我说，
李长生凭什么突然就有了这么强大力量？肯定和他们李家豢养妖魔脱不了关系，他们肯定是一伙的。李长生，你个有人生没人养的畜生啊！我儿刘大壮快40了，好不容易才说上个媳妇儿，还没过门呢就被吃了。你明明能救他，却不出手，你存心想让我们刘家绝后啊？你还是人吗你？呸！天杀的丧门星！我孙子好不容易考上大学，毕业就能当官做老板。你个烂泥扶不上墙的东西，肯定是因为嫉妒他有出息，才故意害死他的。老天爷怎么不降个雷劈死你这个阴险小人！长生，你还我老公命来！林大小姐说的对，这力量太诡异了，正常人能一瞬间杀死3丈高的妖怪，绝对是他卷养的妖魔。先放狗咬人，再出来装英雄，这种套路见多了。李长生这种人渣必须得到应有的制裁。听听那些家属哭得多惨，他居然还在笑。讨厌呀！杀呀！要不就别打！戴姓，你这个坏人精！我李家守镇门2000年，见过无数次妖魔冲阵，从未见过你们这些比妖魔更丑的东西。害死我儿子你还有理了！你这种没良心的东西，就该跟那妖魔一起死无葬身之地！滚！哎呦，好险！这疯子竟然真的敢动手。不过他打得越狠，罪名就越重，看他一会儿怎么死。李长生，你太过分了！你也是人！先前你见死不救，看着妖魔杀人，现在竟然还对自己手无寸铁的同胞出手！你摸摸自己的心，你跟那头吃人的妖魔有什么两样？人？这里哪有人？你说什么？我只看到一群颠倒黑白、倒打一耙的畜生，一群挖人祖坟、忘恩负义的败类。我特么的，李长生这话什么意思？就他自己是人，我们全是畜生。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嚣张之人，有超能力了不起啊，就能随便骂人？兄弟们，附近有没有胆大的？滴滴代打，我出1万。我也出1万，必须干死这个傻逼，让他知道什么叫人民的铁拳。这种反社会的人格就不配活在世界上。李长生，你不要太嚣张了，以为有点妖法就能横行霸道？总督大人已经派军队赶过来了，精锐卫队和重武器就在路上，等人一到，大家定会告你一个豢养妖魔、残害人命之罪。大家伙快看啊！李长生这畜生当众行凶了！刚才直播都录下来了吧？你个绝狐头，你等着！等总督大人到了，我们不仅要告你害命，还要把你李家那些死了的老鬼全刨出来鞭尸，让你李家身败名裂，世世代代都背着妖人的骂名，遗臭万年。告死我！让我李家遗臭万年，可以。不过，我怕你们没那个机会了。李长生，你少在这装神弄鬼！怎么，难不成你还真敢在这大庭广众之下杀人灭口吗？杀你们这些畜生，只会脏了我的手。不过，你们真的以为那头魔狼死了就彻底安全了吗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以为我李家祖上3000炼气使战死，老祖不惜活埋自己封堵镇典，无数后世子孙以身实镇，就只是为了封印这么一头弱小魔兽？等等，李长生说那魔狼是最弱小的。我操，3000炼气者拿命守的东西，怎么可能只是这一头狼？难道那虫洞真的连通着异世界？魔兽不止一头？如果连那种1巴掌拍扁挖掘机的怪物都是最弱的，那后面出来的得是什么样？不会的，绝对不会的！救命啊，我还不想死！李长生，你别吓唬人，那肯定是你养的宠物，对不对？你快收回去啊！这感觉像是掉进了地狱。李长生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你不是有超能力吗？快去把它封上！那怪物就要出来了，你想让我们都死在这儿吗？李长生，
既然守护封印是你李家的责任，那你就该立刻出手封印，否则你将成为历史最大的罪人，你们李家也会被钉在人类的耻辱柱上，受万世唾骂。封印已经被你们彻底毁掉，别说我封印不了，即便我真有那个本事，我为什么要封？这是你们李家的义务。你既然享受了先辈的名望和这块土地，你就得救我们，这是你应该做的。够了！给我闭上你那张恶臭的嘴！我李家满门忠烈，可换来的却只有质疑和辱骂。如今封印已破，我李家的使命也结束了。是你们的愚蠢毁灭了自己，这恶果就得你们自己吞下去。根据老祖的传承记忆，这虫洞背后可不只有魔兽，还有更加可怕的存在。李长生，你个冷血畜生，赶紧封印啊！你要是害死了老子，老子做鬼也不放过你。这就是典型的人渣，用公家的土地守着妖魔，现在闹大了就开始撒手不管，举报他，必须让他死。李家算什么东西？不就是个看大门的吗？现在大门坏了，看门的居然还拿捏起架子来了，赶紧去死吧，别拖累我们。总督大人怎么还不来？赶快把这个姓李的抓住，逼他封印，否则就把他填入阵眼。这就是传说中的那座洞天世界吗？人？我没看错吧？我操，真的是个人！我就说嘛，哪有那么多妖怪？李长生肯定是编瞎话骗我们的，虚惊一场。人类？那边竟然也是人类世界，难怪三花集团要死磕这块地，原来这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。只要能垄断这个虫洞，林氏集团就能成为整个世界最大的财阀。到时候，整个世界的人都得跪在我脚下。咦，你看他穿的什么呀？是古代人的打扮吗？花里胡哨的，好奇怪啊！你们看，他的头发比女人的还长，长得也很阴柔，猜猜到底是男是女？吓死老娘了！我还以为又来头畜生，原来是个不男不女的二岗子。你看他那头发比以前药子里的娃娘还长，长得也白白净净的，到底带没带把儿？老祖的传承记忆果然没错，那个世界不只有魔兽，这种气息是真正杀人营野的炼气士。哥们儿，造型挺别致啊，哪儿穿越过来的？这血袍子配白骨，剧组化妆师加地腿了吧？哎呀，听说古代人都常常吃不饱呢，小哥哥也是因为饿的才这么阴柔吗？不过正是现在的流行款呢。本座以为寻到了什么洞天古地，没成想这个世界的空气竟如此污浊不堪，灵气枯竭，废气丛生，简直比凡间的茅房还要恶心100倍。这千年老坟当然晦气，不如你跟哥走，哥带你深入体验一下现代的花花世界。不管是夜店还是会所，保证让你爽翻天。找死！蝼蚁聒噪！哼，说此界的灵气为何如此稀薄？你们这些土著都干了什么？不说也罢，这等污秽的灵魂，本座一搜便知。搜魂，那是强行破坏尸骸，让灵魂永世不得超生的禁术。那个世界的炼气者竟这般强大，狠辣！
怎么了？死了吗？居然直接把人的灵魂吞噬了，连投胎转世的机会都没留。吞噬灵魂？李长生，你少在这儿编故事吓唬人！这都什么年代了，哪来这种邪术？那不是小说里才有的邪术吗？这根本不科学。李长生，一定是你和他串通好了演戏，对不对？科学，演戏，我们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。拆不了！大哥不能拆，一旦拆了，我们所有人都要死。我说的妖魔界是真的。本座还以为这里有什么大能出世，才耗尽了灵气，没想到只是个修行断前的土著世界，剩下一群只懂得奇技硬巧的蝼蚁，一群连守护者都敢肆意凌辱的蠢货。原本我等魔修想要练几个凡人魂魄，都得偷偷摸摸的，是不是还得被正道修士围剿？整日提心吊胆，现在好了，80亿，整整80亿的生灵啊！你们亲手毁掉了唯一的屏障，只为了那些毫无意义的黄白之物，真是天助我也！此界何该成为本座的牧场？什么意思？他还想要把全球的人都杀光吗？如果这人不是个疯子，那李长生他就不是在开玩笑。李长生，别以为你请了个演戏的就能蒙骗我们，大家不用怕，光天化日之下，我就不信他敢把我们怎么样。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你敢杀人就要偿命。从现在开始，本座就是这个世界的法。魂龙出院。他们的魂都被勾走了！这有鬼啊！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别过来，别过来！住手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残害同胞？你知不知道你这是在大规模屠杀？这是反人类罪！同胞，尔等这种满身污秽的低等爬虫，也配做人？还是进到番中当鬼吧！哈哈！不，你不能这么做！大家都是人。有什么问题可以坐下来好好谈一谈，我们可以合作。一群连气味何物都不知道的蝼蚁，也配求本座垂青？哼，合作，本座这就教教你们这个世界的规矩：强者生，弱者死，而你们只配做我这炼魂幡的养分。你怎么能如此不分青红皂白的杀人？万鬼噬魂，去！李长生，救救我！我错了，我以前鬼迷心窍，我以后给当牛做马都行，求你救我！长生啊，咱们好歹邻里邻居这么多年，你不能眼睁睁看着我们死啊！你有法术，你快杀了那个妖怪啊！我说过，自你们挖开封印的那一刻起，我李家的使命就已经完成，这里的一切都与我再无关。李长生！妈呀，这还是人类吧？真的在杀人！快报警！这是在杀人，不是演戏。李长生，你这个见死不救的畜生，你不得好死！你看着我们死，你以为你能活吗？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长生，求求你，我错了，就我给你当狗，别让我死！我操，全死了！林倩刚才那是魂飞魄散了吗？这到底是什么邪术？炼魂幡，这不是玄幻小说上界里才有的东西吗？怎么会出现在现实？那后果，
老子不敢想了！救命！这种怪物要是放进城市里，那就完了。我可不想变成那破旗子里的鬼。李长生，你狗日的还站着干什么？这祸是你惹出来的，你哪怕像你家老祖一样活埋自己去填阵眼，也得把这窟窿堵上。如果不封印这怪物，你就是全人类的公敌，全世界的人都不会放过你。快去死啊！去和他同归于尽啊！本座原本以为这废弃世界的生灵尽是垃圾，没成想怨念和戾气竟如此之重。这才几百条魂魄，炼魂幡就有进阶的预兆了。若是把这方世界那几十亿只蝼蚁全部炼化，此番必能提升到极品灵宝层次！哈哈哈哈！你竟然还能活着，看来你这个土著藏得很深啊！咦，我竟看不透这小子的修为深浅。你是什么人？这话应该我来问你。我乃阴罗宗血屠真君座下弟子，阁下应该也是一位修仙者吧？修仙者不是炼气士吗？还是两个世界的叫法不同。而那阴罗宗就是类似茅山、武当那种炼气士门派吗？道友就是守护此地封印的李家后人吧？不过你既没有救人，也没有逃跑，到底是何用意？他们的死活与我无关，我只是想看一看那封印的虫洞背后是什么。现在知道了，我也该走了。慢着，想跑？修仙者？那要真的是异世界的修仙者，他和李长生好像真的不认识。李长生，你还不出手杀了那妖人，快把虫洞重新封印啊，否则我们就大祸临头了。狗日的李长生居然要跑！他肯定自知不是那妖人的对手，吓跑了。哼，真是贪生怕死之徒。他跑了，那我们怎么办？你们说飞机大炮能干过修仙者吗？此界修行断层，这小子刚才还被几个人按在地上，哪是什么修仙者？能抵挡我的炼魂幡，多半是有祖上传承的宝物护身。站住！这里的一切都与我无关了，你还想怎样？本座让你走了吗？想走的话也可以。把你身上的传承宝物交出来。传承宝物？此人果然是魔修，一言不合便要杀人夺宝。哼，没有，好狗不挡道。好小子，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！既然找死，那本座就成全你。给本座死！给本座死！我操，这威力，这真的不是现代特效，大地都裂开了。这就是修仙者的力量吗？太恐怖了！我们普通人在他眼中真的就是虫子。李长生肯定凉了，刚才还装逼，这回碰到硬茬子了吧？哈哈哈哈！最好把他劈成两半，让他见死不救，这就叫现世报。人呢？劈成肉泥了吧？李长生，你家祖坟冒烟了，你也该下去陪他们了。快看，不对劲儿！你果然是修仙者，刚才那一刀气势确实唬人，但威力怎么这么弱？感觉就像是纸糊的一样。这家伙骨龄不过20出头，就算天赋异峻，在这灵气枯竭之地，顶多也就是个炼气期的菜鸟。刚才定是凭着祖传宝物才挡下来的。本座筑基期巅峰修为，难道还拿捏不住他？老伙计，你也兴奋了吗？修仙者的灵魂的确要比成千上万的凡人加起来都要强多了。看来你也不过如此。庶子狂妄！刚才本座不过随手一击，现在就把你抽魂炼魄！什么？这不可能！
单纯的真气爆发怎么会有如此威能？难道你是金丹期，甚至是元婴老怪？道友饶命！是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我乃阴罗宗血屠真君座下亲传。你若杀了我，我师尊定会跨界而来，将你全族炼成魂奴。你师尊跨不跨界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这虫洞背后是我宗门大军。你放过我，我保你在新世界荣华富贵。若敢杀我，此界必将血流成河。现在该上路了。他这就把那个魔头杀了，这么简单？李长生，你明明这么强，为什么非要等人死光了才动手？他就是想借妖人的手除掉那些骂他的人，这人心肠太毒毒了。李长生，你还是人吗？看着同胞被害，你见死不救，你就算杀了妖人，也是个冷血的恶魔。这就是炼化认主吗？爸妈、爷爷奶奶，还有历代先祖在上，李家最后一代守墓人，任务完成了。这里太过污秽，等我寻一个清净之地，安置你。李长生，你拿了宝物，还不快去封印虫洞啊！既然你有这本事，就该像你祖宗一样，不惜一切代价封印虫洞。李长生，你要是不封印，就是全人类的罪人！魔界封印彻底崩碎，这等凶戾魔气绝非寻常小妖所能有，再晚一步，整个人间都要被吞掉。阁下便是李家守墓传人李长生，贫道茅山张敬虚，感应人间浩劫降临，特来此降妖镇魔。让开！站住！封印一破，妖魔即将席卷人间，天下苍生都将葬身妖口。哼！冥顽不灵，休怪贫道不客气。你不肯救，贫道今日就逼你救。逼我，就凭你？我运一口剑意，斩不断通道，杀不尽妖魔，但却足以让你待在这里。今日贫道便替天行道，请你去弥补罪过，以谢天下苍生。你的修为怎会强到这般地步？我们运了3年的剑意，竟连你一片衣袖都碰不到，你到底是什么怪物？你的道是救那些忘恩负义、助纣为灭的恶人，我的道
是不救豺狼，不渡恶人。我不会为一群想害死我的人拼命。你会后悔的，人间一定会因你而亡。到时候你就是千古罪人，所有人都会骂你冷血无情，都会恨你入骨。从拆迁那天起，骂我的人就没停过，我早就不在乎了。世人如何看我，与我无关。那是妖王级别的魔物，这根本不是我们能打的。完了，全都完了。妖孽休要祸乱人间！李真人，求你救救人间！此役结束后，我茅山会为你站台，会为你证明。我保证，我跟总督关系很好，我的建议他一定会采纳，给李家重建祠堂。既然你跟总督关系那么好，早就可以阻止他，对吧？事到这一步，无非你也想看看，你们茅山自左传的守墓人之说是否为真。李家世代使命已经尽了，从今天起，人间是死是活都和我李长生无关。李家不需要别人修建祠堂，也不想有祠堂。如果可以，谁不想像那位总督一样位高权重，活得潇洒，子孙世代荣华富贵呢？我李家从来都不是活该去做那个守墓人的。知道错了，世人都错了，我不该坐视他们挖你家祖坟，不该坐视冤枉你。你回来好不好？求求你回来！天耀王苍生，贫道尽力了，我真的尽力了。这些又能抵御多久？一切无法挽回了。各单位注意，目标坐标已锁定，无差别炮击，送这群畜生回地狱！漂亮！什么修仙者，在现代重武器面前全是渣渣。看到没？这才是真正的力量！坦克万岁！李长生那个狗东西呢？缩头乌龟，害死了这么多人，现在军队救场了，他倒跑得快。等打完这仗，一定要全球通缉李长生这种见死不救的败类，不配活。那是什么东西？分散隐蔽，别扎堆！直升机，快开火支援！
总督大人，他们不是野兽，他们是地狱里的魔鬼！重装部队，全军覆没。这根本不是人类能对抗的怪物。全军覆没，上千名精锐，几十辆重型坦克，居然挡不住一群畜生！你们这些将领是吃干饭的吗？总督，那些怪物并非凡物，连穿甲弹都很难击穿，空中编队也被够了！立刻派人去邙山，备厚礼，请天师下山降妖除魔。现代武器解决不了的，就用玄学去压。还有那个李长生，身为守墓人，坐视妖魔破风，甚至在现场见死不救，导致数千无辜市民和将士丧命，这是犯罪，更是通敌。立刻派人把李长生给我抓回来，让他将功赎罪，否则以危害人类罪公开处刑。相比这些传承万载的宗派，我虽然身怀磅礴真气，却如同手持重锤的志宏，只会蛮力，不通术法。炼息术、浴火诀，还有这修魂秘术，有了它，我便能直接读取那血袍青年的记忆，看看这虫洞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牛鬼蛇神。追踪信号找过来的吗？动作倒是快。将功赎罪，可笑。爹，出大事了！你快看这个。锦儿，多大的姑娘了，还是这么风风火火？爹，你先看这个录像。既然没话说了，那就拆光。就是这伙人，为了钱什么都干。天降异象，那是至宝出世啊！这下面藏着绝世珍宝，宝贝，这就是我们村的礼物。这是哪儿？快告诉我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就是隔壁江州的一个小山村，叫李家村。爹，你不知道，那里的人简直坏透了。为了拆迁款，全村人合伙欺负李长生。他明明劝过那是封印，可没人听。李家祖坟，万古守墓人，祖母的风话全是真的。孽畜，尔敢！后面的那虫洞里，难道只出了这一头妖魔吗？爹，你看，不是的，后面更恐怖。爹，你往后看，有个怪人出来了。修仙者，本座就是这个世界的法。文龙出院，魂幡跨界而来的修仙者，守墓人气味离去，这个世界已经完了。爹，你先别急着绝望啊！你看，什么？这不可能！单纯的真气爆发，怎么会有如此威能？难道你是金簪期，甚至是元婴老公？他是谁？他就是李长生，就是被资本家和村民联合做局欺负的那个人。你现在该上路了。快，立刻备车，派人去江州，把这位李长生请过来，一定要恭恭敬敬，以国礼相待。爹，这种差事，除了你宝贝女儿，谁还能办得这么漂亮？你，静儿，不是爹不信你，你这性子风风火火的，万一在那位面前耍脾气，把人得罪了。哎呀，爹，你女儿我多么善良、正义又勇敢，是那种没分寸的人吗？而且那个李长生真的太可怜了，为人类守了门2000年，结果被一群白眼狼骂成那样，整个江州都容不下他了，我怎么可能欺负他？
我去是去送温暖的。锦儿，拿上这个。这不是咱们家的祖传玉佩吗？以前我想摸一下你都不肯，说这是咱们穆家的命根子，今天怎么舍得给我了？江州现在妖魔横行，路上不安全，拿着吧，路上或许会有用。老方，让你方叔陪你一起去，带上最精锐的卫队，记住，只要李长生肯来，任何要求都答应他。放心吧，爹，我一定把这位救世者给你全虚全伪的请回来。李长生，你听着，你身为李家后人，看守封印不力，致使妖魔出世，生灵涂炭，更在灾难现场见死不救，是我江州百姓性命如草芥，此乃罪大恶极，无可赦免。现在我命令你立刻放弃抵抗，束手就擒。看守不力，见死不救。呵呵，如果我拒绝呢？李长生，你不要不识好歹。总督大人仁慈，念在你先祖薄名，才决定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。只要你知错就改，回去封印虫洞，就可以从轻发落。好一个戴罪立功！强拆强占，挖人祖坟，真正的受害者反倒成了罪人。我从未见过，这世间竟有如此厚颜无耻之徒！你少在那胡言乱语！那是为了造福百姓。造福百姓，可笑！如今妖魔肆虐，百里废墟，正是你们自食恶果，罪应得。李长生，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立刻跟我回去封印虫洞，戴罪立功。我说过了，封印已经被你们彻底破坏，阵基崩裂，乾坤错位，无法修复。我不听这些借口，你是守墓人，这是你的天职。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哪怕是拿你的命去填，也必须立刻把那个窟窿给我堵上，不惜一切代价。不惜一切代价，你算什么东西？疯了！你真是个疯子！李长生，你大胆包天！立刻动手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！目标人物双手抱头跪地，否则立刻开火。事已至此，我已无心分辨对错。祖坟被挖的那一刻，李家的使命便已完成。我不再是守墓人，也不再护佑这方土地。少废话，兄弟们，给我上！谁若再敢上前一步，绝不留情！这种感觉简直像是在面对一头巨龙，这真的还是人类吗？李长生，还反了你了不成？胆敢不服管束，就地拿下！哼，执迷不悟。李长生，你竟敢不服管束，对抗官府！哼！立刻发射导弹，给我炸碎这个疯子，终极处置！米粒之珠也放光华。不可能，这是最新型的重型攻坚弹药，一枚就能击穿1000毫米的军弹钢，他怎么可能毫发无所？他不是人，撤退，快撤退！
我给过你们机会了。救命！李长生，我错了，我不该逼你，求求你救救我，我不想死啊！难道他真的是神了？为什么？老天爷为什么要跟我们开一个这么大的玩笑？2000年的守望，李家尽力了。诸般枷锁困自我，今日方知我是我。怪物追上来了！救命！帮主，不能看着他们被屠杀，立刻开火压制兽群。一队开火压制，二队保护小姐。这怎么可能？这可是穿甲弹啊！要死在这里了吗？这股熟悉的气息是……孽畜，死！仙人，他是传说中的仙人吗？那熟悉的气息就在他的身上。李长生，他是李长生！我想起来了，他是直播间里那个李长生，那个见死不救的守墓人。好啊，你还敢露面？就是你放出这些吃人的怪物，我全家的产业都被毁了。要不是你，我们怎么可能抛家弃业，往这穷乡僻壤的怀州逃呢？你这个扫把星！都是因为你，我们有家不能回。包公是为了世人世代守墓，可你却害死了这么多人。你怎么不学你家老祖一样活埋自己的田野，非得害死我们？原来他就是李长生。我真无药可救。都给我闭嘴！都给我闭嘴！你们这群人还有良心吗？刚才那些魔兽冲来的时候，你们喊救命，可真救了你们，你们却在这指责救命恩人，他不欠你们的，更不欠这世界的，你们不感恩也就罢了，怎么能恩将仇报？李家守墓2000多年，世人只当是理所应当，这还是第一次有人站在我面前替我讨一个公道。这些妖魔都是他放出来的，他不该救我们吗？就是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在这里对我们说教？实话告诉你，这李长生就是个见死不救的冷血混蛋。刚才也就是看你长得漂亮，想来个英雄救美骗你的身子。嘿，现在的年轻人呐，为了找刺激，以前是什么黄毛古惑仔，现在连守墓的都敢往上贴，真是不要脸。看这小姑娘打扮的也不像什么正经人，估计就是伺候那些有钱的老头子，在这儿装什么清高正义。就是长这么漂亮，指不定背地里怎么烂。你们怎么能无耻到这种地步？这就急了，看来是被老子说中心虚了。说谁无耻呢？小姑娘年纪轻轻的，一点素质都没有，一看就是怀州的乡巴佬。看到了吧？我就说这两人有一腿。早看出来这小姑娘果然是和李长生一伙的。
跟这种人不必废话，他们没有信仰，只有贪欲；没有脊梁，只有厉害。他们只会欺软怕硬，恃强凌弱。救命之恩，往往抵不过升斗之怨。统统滚开！小姐，您没事吧？方叔，我没事，但我的心凉透了。听着，我怀州穆家世代崇尚信义，这种自私蛮横、恩将仇报的畜生，怀州不欢迎。方叔，收回发给他们的补给，注销他们的怀州赞助申请，把他们全都赶回去。没听见小姐的话吗？动起来！把这群端起碗吃饭、放下筷子骂娘的畜生全都给我撵下国道，赶回江州去！凭什么？这路是你家修的吗？凭什么赶我们？我们是受灾群众，你们这是草菅人命！凭什么？就凭站在你面前的是我们怀州总督府的大小姐，她的话就是总督府的命令。怀州总督的大小姐，大小姐，我嘴贱，我该死，求求你别赶我们走！江州现在都是吃人的魔兽，回去就是死啊！大小姐开恩啊！我们要是在这里被赶走，根本活不到明天啊！现在知道求饶了？刚才欺负我家小姐、辱骂李先生的时候，你们那副横劲儿呢？警卫，动手！谁敢赖着不走，直接武力驱除！你就是那个杀掉魔修的李长生，谢谢你刚才救了我。我叫穆怀瑾。举手之劳，我也只是恰巧路过，感应到这一带有某种熟悉的气息，才前来查看。熟悉的气息？难道他不是因为我而停下的吗？怎么这么烫？这玉佩，一模一样，怎么会？纹路、质地，甚至连里面流动的光芒都一模一样，这简直是同一块料子刻出来的两半。不知你这块玉佩是从何得来？这是我家祖传的啊，我爹可宝贝了呢。你的呢？我这一枚同样是李家代代相传的遗物。奇怪，父亲说这玉佩乃是先祖以秘法炼制的宝物，若非血脉至亲，绝不可给予外人。穆家究竟和李家有什么渊源？李先生，你说会不会有这种可能？咱们两家的给我们定了娃娃亲，这两块玉佩就是所谓的定情信物。啊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娃娃亲？若是真有此等荒唐事，父亲临终前为何一个字都没提过？不逗你了，看你吓的，刚才杀妖魔的那股狠劲哪儿去了？这女子当真是天真无邪啊！好了，说正事。其实我这次带队冒险深入江州边界，就是专门来找你的。找我？我爹看了你在直播里斩杀那个血袍妖人的录像，当场就疯了，说无论如何都要把你请回怀州。你父亲？他为何要找我？具体的我也不清楚，那老头子嘴严得很，一个字都不肯多吐。不过现在看来，肯定和这两块玉佩有关。既然如此，就请李长生哥哥跟我走一趟吧。事关先祖遗物，这位怀州总督或许知道一些隐秘。好，我随你去。爹，你看我把谁请回来了？为了截住李先生，我可是连命都豁出去了。怎么样，女儿没让你失望吧？做得好，锦儿，这次确实难为你了。这位穆总督眉宇间的神韵，竟与父亲有几分惊人的相似，像，真像。时隔近100年，这对阴阳配终究又合二为一了。穆都督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何李家的遗物会出现在穆家手中？对呀，爹，你赶快说说，这玉佩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？长生，其实这阴阳佩本就是李家一脉单传的传承信物。什么？既然是李家的信物，为什么会有一半在我们穆家传了这么多代？难道我之前猜对了？这真的是祖上定的娃娃亲？我们家那块是给小儿媳妇留的定情信物？休要胡言！
傻丫头，别乱猜了。信物留在穆家，不是因为亲事，而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呐。一家人？咱们慢慢说。爹，你这玩笑开的也太离谱了吧！咱们姓穆，在怀州已经传承了好几代了。他姓李，那是江州守墓人的姑脉，怎么可能是一家人？傻丫头，族谱白纸黑字写着，爹还能骗你不成？这事儿得从几十年前，也就是你们曾祖父那一辈说起。公元长生的曾祖父生下一对龙凤胎，按照祖训，李家每一代都有守墓的责任，他便将阴阳配一分为二，传给兄妹二人，本意是让他们共同守护家族的秘密。多年后，已是少年的兄妹二人意外救下了一名负伤的小战士，从此他们第一次知道了外面有更广阔的天地。女孩不愿再被祖训困死在山沟里，她要跟着小战士走，去参加革命。父亲固执了一辈子，当场怒斥她背弃祖宗，若敢踏出门去，便不认这个女儿。女孩最终还是走了，她改姓为穆，随那小战士投身革命。多年后，全国解放，当年的小战士却牺牲了，女孩独自带着孩子来到怀州工作，自此定居。那个改姓黎家的女孩就是我的祖母。临终前，她一直念叨着江州的老宅，念叨着在位谋面的哥哥，也就是你的祖父。按照辈分，她是你的亲姑奶奶。哇，那这么说，你真的是我亲哥哥。刚见面的时候我就觉得长生哥哥很熟悉，没想到咱们体内还流着一样的血。长生哥哥，以后在这怀州城，看谁还敢欺负你。妹妹，我罩着你。父母亡故后，我以为这世上只剩我一人在苦守残等，没想到在这权势显赫的总督府里，竟然还藏着一门亲戚。长生，江州那边的祖坟和老宅都已不复存在，不知你今后有何打算？暂时没什么打算。既如此，总督府就是你的家，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，你皆可主宰。对啊，长生哥哥，你住下来吧。既然已经摆脱守墓的宿命，或许也该试着过一过普通人的生活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打扰了。耶，太好了，方叔，快去把后花园最好的那间枪房收拾出来，我要亲手布置。长生哥哥，快点呀！前面那家的水剪包可是怀州一绝，去晚了就抢不到了。哎呦，这不是视频里那个在江州受了委屈的小哥吗？叫李长生对吧？孩子别怕，咱怀州人看视频都气坏了，那帮江州人真是没良心。到了咱这儿就是到了家，这些果子拿去吃，可甜了。兄弟，好样的！那种忘恩负义的地方不待也罢，咱怀州爷们儿挺你。我本以为他们是因为总督府的面子才对我友善。那你可小瞧我们怀州人了。虽然我们这儿不如江州富饶，没那么多高楼大厦，但我们怀州人骨子里讲的是情义二字。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，那是做人的底线。谁要是恩将仇报，是要被戳脊梁骨骂一辈子的。这里很好。怀州，慕云熙那个老匹夫竟然敢收留他，他这是要跟我公然作对！总督大人，不仅如此，刚才前线报信，李家祖坟的封印扩张速度加快了，那些请去的天师说阵法崩坏，天师们全部受了重伤，已经退走了。现在那里黑气遮天，像是个巨大的虫洞。废物，全是废物！难道江州真的要毁在我手里？大人，三花集团的总裁求见。佐藤，你来干什么？林总督，我们樱花国的阴阳师一脉传承千年，最擅长的就是封印与操纵，何必如此忧虑？那些所谓的大侠道门，不过是些虚有其表的枯木罢了。那个所谓的虫洞，在我们看来，并非不可战胜。
你说真的？只要能封住那个地方，保住江州，什么条件你尽管提。只要您点头，三花集团愿意倾力效助。不过，事成之后，江州境内的资源开发权，我们要80%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愚蠢的贪婪，终将毁掉你们。大夏终究要归我大樱花帝国所有了。老子故里，李氏之根，阴阳余配，乃其归虚之窍。难道李家守了数千年的不仅仅是祖坟，更是某种平衡的支点？这对阴阳配，竟然是开启另一处空间的钥匙。长生哥哥，出大事了！道德宫塌了！什么？这种气息和江州祖坟下的虫洞如出一辙。这个道德宫具体在什么位置？就在我们怀州最北边的老子故里景点，那地方很有年头了。老子故里，老子故里！传我的命令：第一，立刻启动1级应急响应，组织北部受灾群众向南撤离，不准落下一人。第二，调集全市医疗资源和战略储备物资，优先保障前线。第三，命令所有安保队半小时内完成集结，全速推进，封锁道德宫方圆50里。总督，根据江州那边传来的实战数据，这些妖魔并非普通野兽，一般的热武器对他们收效甚微。即便是安保小队调过去，面对那种规模的虫洞，恐怕也是白白送死啊！我当然知道，但这种时候，小队不顶上去，难道让手无寸铁的百姓去挡吗？哪怕是拿命填，也要给当地百姓撤离争取时间。是。另外，立刻接通安保总队加密频道，请求调用制裁者，在怀州北部待命。制裁？总督，那是我们的地盘，一旦动用，整个北部将化为焦土，100年内寸草不生啊！如果安保小队挡不住，如果那些东西冲出道德宫，我们就只能等百姓撤离后，用制裁炸平那里，把妖魔和虫洞一起埋葬。这是最后的底线，也是我身为总督能为大夏做的最后一件事。爹，那里太危险了，我也要跟你一起去。胡闹！那是你玩闹的地方吗？那是修罗场，给我老实在家待着，这是命令。穆叔，我也跟着一起去。贤侄，竟然差点忘了还有你在。若是你肯出手，那真是我怀州百姓之大幸，是我穆云森前世修来的福分呐！老子故里，李家血脉，那里或许会有答案。第一团接管北城防御，第二团配合消防队进城搜救被困人员，告诉同志们死战不退。总督大人，妖魔数量太多了，外围防线快撑不住了，火势正在蔓延，您撤到后方指挥吧，这里随时会坍塌。撤，往哪儿撤？我身后就是怀州千百万人民，只要城内还有一个被困百姓没出来，我穆云之绝不后退半步。我就在这里守着，要死，老子先死！这世上有人可以为了利益不顾一切，也有人愿为普通百姓以命抵命。李家守墓2000年，守的不就是这份道义吗？
那是什么？是人还是鬼？炼魂幡，如此鲜活的生魂，真是上好的祭品。这片天地该易主了。弱小的土著，你们的灵魂将成为本座法宝最精美的养料。没用，打不透，那些家伙根本不是人，是魔鬼。要不是李长生，你们早死了，还能在网上乱叫？可恶的畜生！传我命令，所有安保小队集中火力，给我对准那些黑袍杂碎攻击！我要把他们挫骨扬灰！雕虫小技！完了，常规武力已经彻底失效了。总督，现在……穆叔，制裁落地，怀州便毁了。可是，长生，咱们已经没招了呀！几个跳梁小丑而已，还不配让怀州陪葬。我去试试吧。李先生，若您真能救怀州于水火，您就是我怀州千万百姓的再生父母。恳请李先生出手，事成之后，我等丁未先生建庙立祠，世代供奉，香火不绝。长生，眼下凡人之力已穷，只能拜托你了。但你听着，若势不可为，切记以自保为重。你是李家最后的火种，绝不能折在这里。在这样一个权欲熏心的时代，穆叔的私心竟然是为了我的安全。放心，我有分寸。长生哥哥，你一定要平安回来。你们说他一个人真的能行吗？对面可是魔鬼啊！肯定行。你没看他在江州的视频吗？那就是神仙下凡。可上次他只是对付一个邪修，这次整整有12个，而且那黑帆太邪门了。卑微的土著，在本座面前，你们连当奴隶的资格都没有。跪下臣服，献出你们的生魂，或许本座能给你们一个空档，否则斩尽杀绝，永世不得超生。怀州只有战死的鬼，没有下跪的兵。找死！你是何人？竟敢插手我阴罗宗的事！杀你们的人！杀我们！这末法之地竟然还藏着一个修仙者，难怪此前罗师兄意外陨落，命脉碎裂。说，是不是与你有关？你是说那个妄图将全球生魂炼入幡中，自诩神明的狂妄者？没错，他是我所杀，死得很痛苦。是罗师兄的万魂幡！夺我宗门法宝，杀我同门手足！小子，今日若不将你抽魂炼髓，我等誓不为人！不战！闭上你们的臭嘴！李长生是在为了人类而战。阴罗锁魂，万鬼噬心，去死吧！雕虫小技，也敢班门弄斧！
这不可能！这是炼魂幡，怎么会有真龙之气？我们的法宝灵性正在消失。罗师兄的幡根本没这么强，除非此人的修为高出我们不止一个大境界。前辈饶命，我们只是奉命行事。阁下，若你肯罢手，阴罗宗定有重谢。若你杀拒我等，阴罗宗背后的元婴老祖绝不会放过你的。既然想炼他人之魂，那便要有被炼的觉悟。赢了！李先生真的赢了！杨戬有救了！怀州保住了！守墓千年无人问，一朝出世天下惊。不愧是老祖宗的嫡系子孙。闭上你们那张臭嘴巴！李家祖籍本就在怀州，人家在江州镇压封印几千年，守护的是天下苍生。结果你们呢？利欲熏心，不仅毁了封印，还恩将仇报，把人赶走。现在眼红了，还好意思说他是江州人？这天底下的脸皮都被你们江州人占尽了吧？既然来了，就都留下吧。这是阴阳封印。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原来如此，道祖老子早就在此留下了伏笔，而这阴阳双鱼配，便是开启与加固封印的唯一钥匙。急急如律令，是。急急如律令，是。很好，裂缝正在缩小，大家再加把劲儿。只要我们掌握了暂时封印的方法，就能以此要挟大夏高层。到时候，我们就是整个大夏背后的执剑人。这片土地的人口和资源将尽归我等所有。什么？不，这不可能！怎么会这样？我们的阴阳之道竟然克制不了这些邪魔！区区雕虫小技也敢自称阴阳之道，简直滑天下之大稽！就是这里，我儿的命灯就是在这里熄灭的。尔等低贱土著，必须为我儿偿命！大人饶命！不是我们干的，杀令郎的是那个叫李长生的，饶命啊！李长生，把他交出来，否则本座要让你们整个世界赔大！
这么久没动静，李长庚怕不是化成脓水了吧？活该，让他装清高。你们闭嘴！长生哥哥一定会平安回来的，他才不会像你们想的那样脆弱。我操，封印住了，真的封印住了！李长生，你既然有这本事，凭什么不回江州封印祖坟？你这是见死不救！你滚回来救我们！江州街头一片繁华。天神降世，李先生简直是天神下凡，灭邪修，吞黑帆，封虫洞，这一战足以载入史册。诸位请起，我不过是借了道祖留下的余音，侥幸而已。虽然你保住了怀州，但江州彻底乱了。成千上万的妖魔从祖坟裂缝涌出，已经席卷了周边数个城市。既然你能封印此地，不知那江州的祸端。木叔，不必多言，此地仅仅是虫洞的一个小分支，威力不及主干1%。我能封印这里，还是因为有道祖留下的太极阵影。江州的虫洞已经彻底崩塌，以我的修为，根本无法封印。难道天要亡江州，可惜了那千万百姓？长生哥哥，爹，快看江州的直播，出仙人了！该死的道门坏种，竟然阴魂不散，追到这低等位面来了！你们当真想和我阴罗宗全面开战吗？除魔卫道乃我道门宗旨，至于阴罗宗，此刻恐怕已经在道门的合围下灰飞烟灭了。开战，你觉得你们还有机会吗？敢灭我宗门，就不怕整个魔道联手，让你们道门道统断绝吗？战端一开，鹿死谁手尚未可知，但你肯定是看不到，受死吧！先侄，难道当年李家的3000炼气士并未全军覆没，而是一部分人通过某些手段去了异界，并传承了下来？李家血脉与道门剑意做不得假，那是真正的修仙者，而非我们这片末法之地的散修。我要去看看。长生哥哥，我也要去，江州那边肯定很精彩。胡闹！那等强者的战场，你去只能添乱。贤侄先行一步，我带人随后就去支援，哪怕只有1/1000的杀伤力，我也要给那帮妖魔放点血。老赵。留下2线部队处理阳线善后，其余所有重装旅、炸弹编队立刻全速开赴江州，快！认贼作父的叛徒！这么清纯的李家血脉，还有这一身道门根基。在下李家第19传人李青羽，敢问道友可是这片土地上的李家后人？李家第34代传人李长生，见过前辈。34代，李长生。害我儿性命，夺我宗门至宝，庶子，我要将你的皮剥下来做成饭面，生魂炼制7期49天，拿命来！李青羽，你敢拦我？人要与我不死不休吗？哼，阁下这话问的可笑，难道我们刚才是在过家家吗？小孙，不，道友，此间由我托住，还请道友速速出手，灭掉那些倒戈的杂局。若是任由他们催动阴阳阵法，扩大虫洞，魔道真正的强者降临，这片祖地就彻底完了。前辈放心，他们一个也活不了。拦住他！快解阵，隔绝虚空！雕虫小技，也敢班门弄斧？破！这不可能！这是什么等级的力量？倭国宵小，也敢觊觎我大夏，找死！炼魂幡，
那是我儿的本命炼魂幡！小畜生，我要杀了你！小心！竟然势均力敌，这34代传人究竟经历了什么？土著世界怎会有这等怪物？我这幡专炼邪魔外道，乃是人皇幡。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我宗门传承万载的至宝，怎会输给一个土著的法器？既然你那么想念我儿子，我便送你去相会吧。练！道友当真是精才绝业，能将魔道凶器祭炼成人皇至宝，这等造化，即便在道门之中也闻所未闻。前辈过奖了，敢问前辈，您真的是来自异界的李家之人？不错，当年李家3000炼器士为了给祖弟留下一线生机，大半战死，只有极少数破空去了异界扎根。此行我奉命前来封印虫洞，却不料那血袍老怪阴险狡诈，竟偷渡而来。本以为要有一场死战，没成想最终他竟死于道友之手。不好，那是对面的魔道高手在强行破阵，必须尽快将其彻底封印。阵眼已毁，恐怕无法堵住。无妨，只要回去，我们便可以调动天地之力，从另一端反向封印，届时两界将彻底隔绝。还能调动天地之力？道友，你已经有了此等修为，这祖地灵气枯竭，留在这里已无法再有提升，不如随我一同前往外界，那里才是我们李家真正的战场，亦是长生之路的起点。这红尘百态，终究与我无关。也好，此界繁华尽是虚妄，我也没什么可留恋的了。请。不对，这不是我们原本要前往的异界坐标，方向完全偏差了，灵气波动也不对，这里的气息好凶好压抑。这是太古魔神的封印核心，是传说中李家世代镇守的绝地。你早知道会来这里，你从一开始就打算来这里赴死，对不对？3000年，他在呼唤我，李家最后一人该回来了。这不是意外，是宿命，我躲不掉。你疯了吗？这是必死之地呀！你明明可以活下去，明明可以不管这一切，我们一起逃到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，安稳过日子，不行吗？我不知道前路是什么，但我知道我必须来。这是李家的宿命，从我出生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，躲不掉，也不想躲了。那里太危险了，那是镇压魔神的绝地，我陪你一起去，好歹有个照应，就算要死，我也陪你一起，我不许你一个人去死。3000年了，李家没有食言。李家列祖列宗，请保佑他，他值得。
李家历代先祖在上，李长生前来赴约。你做到了，李家做到了。李家娃娃，你终于来送死！3000年了，本座等这一天已经等了3000年，本座要把你撕成碎片，让你魂飞魄散！我不是来送死的，我是来收尾的，收3000年前未结束的局。收李家3000年未完结的命，这一切早就该结束。这就是你李家3000年全部力量，原来你一直藏着这么恐怖的实力。这不是藏，这是托付。3000修士幸运。老祖残躯化阵，他们不能白死，我要给他们一个交代。好，本座要吞了你，撕了人间，把你们这些虚伪的人类全部啃食干净，一个都不留。不用有这么大的怨气，当年我祖只是将你封印，今天我来将你彻底斩杀。你真要走你老祖一样的路？是。我助你一同封印这魔物，就算是死我也陪你一起，你不能一个人扛下所有。这是李家的债，这是李家的命，我一人来还，不必牵连旁人。你已经帮我够多了，剩下的路该我自己走。我守了3000年，不是守那些忘恩负义、恩将仇报之人，我守的从来不是那些恶人，不是那些贪婪者，我守的是先被用命换来的人间，是那段不该被遗忘的忠令，是我李家从未背弃的道义。别去，你会死的！人间那样对你，你为什么还要救？我们一起走不行吗？我本就为守护而生，人间不值得，但道义值得。人间不值得，但道义值得。李家满门忠烈，我终于懂了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李家第34代传人李长生在此重铸封印，以我之身续先祖阵眼，以我之魂斩魔越万恶。
不，我不甘心，我还会回来的。李真人，大恩大德，贫道铭记于心。是贫道愚昧，错怪了你，错怪了李家满门忠烈。此后，贫道必世代传颂李家忠魂，永世不忘。你用命换了人间安稳，我会替你看着这岁岁平安，年年安康。